Hello， 大家好，今天是4月17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受英伟达消息面影响，美股周三集体低开，盘中鲍威尔重申美联储会先观望再行动，俄乌市场出现跳水 ，SQQQ 再度大涨9%。在周二盘前，阿哲视频有提醒空头准备再次进场，不知道这次的反弹高点您有没有把握得到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现在我们先看到本期视频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67期，阿哲依旧会通过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行情观点。第一部分，我们照旧来讲解有关纳斯达克指数的市场观察。阿哲会通过3个点来讲解。第一点是稀有长阳，我们会从这一根阳线上再去讲解之前我们所观察到出现了历史性的稀有长阳后，美股市场的指数后续的行情是怎么去走的，我们需要再次的去重申和总结。第二点是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30分钟图表如何去分析。最后是空间技术点位的分析，阿哲会告诉大家今天盘中关键的支撑和压力在哪里。而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我们会讲到个股解析，分别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SQQQ、纳指金融、苹果、博通、Meta、MSTR、皮尔 TR、谷歌、SMCI、亚马逊以及台积电。如果您是第一次观看阿哲视频的同学，阿哲需要提醒一下，因为阿哲视频当中的标的会涉及比较多，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比较长。如果您不太适应观看长视频，阿哲的建议是，您点开底下的播放按钮，旁边有一个三角，点开这个三角之后，你会看到本期视频阿哲所整理的所有内容的时间轴，而点击对应的时间轴，您可以快速跳转到最想要了解的那一部分内容，应该能够解决您的一些顾虑。但是有一点阿哲必须要强调，对于个股的所有分析，阿哲都是建立在指数的条件之上。比如在上期视频，我们对于纳斯达克指数认为是反弹高点是有风险容易再次下跌的存在，那么哪怕 MSTR 有一些买点产生，以及一些个股可能比较强势，我们是不是在多头上都不太建议去把握，亦或者哪怕去买多头，你应该也是小仓位的。所以不管是新同学老同学，在观看个股交易之前，我们先把目前的指数环境先做一个大体的了解，而后再去决定您的个股交易。现在我们看到第一部分关于稀有长阳，之前我们是如何去讲到的。所谓的稀有长阳就是纳斯达克指数10年难得一遇的行情，那指的稀有长阳指的是10%以上的上涨阳线，在后边的图表当中，它是跨越了40年的纳指行情走势图，而这种阳线只出现了4次，第一次是在2000年的12月5号，第二次是在2001年的1月3号，以及2008年10月13号，包括我们今年2025年4月9号，这4根长阳在40年中去出现，仅有4次。所以我们说这是一种10年难得一遇的行情，但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每一次出现都是在熊市相对中长期下跌当中才会有，当牛市上涨时是一次都没有出现过的，每次出现都是熊市下跌当中。而且很特别的是，每一次这种稀有长阳的产生，它都不是熊市的底部。在前3次的稀有长阳出现的时候，他们的市场背景、他们当时的政策表现、经济反应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没有一次例外，他们每一次都非牛市当中，每一次也都是熊市中出现，而且每一次都不是熊市的低点。第3点是每次出现第2天是必跌的，在本次的行情当中，第2天是不是也是调整的？就是之前我们所讲到的。那么这里阿哲再增加一条，就是每一次稀有长阳的支撑位上，往往出现止跌后会有反向行为，这一点是我们本期视频去专门列出来的。什么叫做每次支撑会有反向？我们现在看到第一根长阳线在2000年12月5号时出现，这一天股价的下跌，我们对于大阳线它有3个支撑点，以及或者说压力点，阳线的顶，以及大阳线的中位线，以及大阳线的最低价格。当市场在破位，亦或者是到达某个支撑位时，出现了止跌 K 线，比如说10日星、长下影线，第2天出现反向的动作是大概率事件。我们再看到这样的一根长阳线，是不是高点有压力，中轴线被跌破，那么股价呢是在前往大阳底之前出现了长长下影线去试探下方的支撑，那么有长下影止跌 K 线出现之后，股价后续出现再次的反向行为。虽然它难掩后续还会下跌，但是不是在支撑位上出现止跌 K 线就容易有反向行为。我们再看到
08年10月13号。这个位置股价当天的稀有长阳线，它是比较特殊的，它跟之前2个不一样，因为它有一个缺口，所以价格跌破缺口之后呢，也出现了次日的止跌，重新回到缺口下沿之上，而价格也出现了3天的反向行为。我们看到目前2025年4月9号，价格的大阳顶是不是一样有压力？跟前期这3次是不是都是一样的？每次它的大阳顶都是有压力的，每次都没有直接的突破，每一次都是有压力而后出现回落的。现在也是如此，又出现了上涨遇到大阳顶而后出现回落。回落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大阳线的一半以及它的最低价格。所以在昨天盘前，阿哲有给到一些支撑位。在4月16号的盘前解析当中，我们有讲到纳指的大阳线中轴是多少？是16236.61，而在昨天美股收盘时是16300之上，所以这里产生了支撑。而在这个大阳线中位线附近，是不是昨天出现了长长的下影线？而你会发现前期的行情，这里有长下影，这里也是长下影线，这里它也是长下影线。通过对于过往稀有长阳的总结和解析，难道现在你还觉得市场的行情走势不会再重演吗？所以阿哲觉得在大阳的中位线上出现的这根长下影线，它代表了今天大概率会有反弹，亦或者后续的一段时间会有反弹，但是反弹的力度以及是否能够反弹是不确定的，我们需要再有一根 K 线来辅助我们去判定这个反弹的力度。我们看到前期的股价走势，在大阳底附近所产生支撑长下影线的这2根稀有长阳线，后续是怎么样产生反弹的呢？它后续第2天是出现了有一天的收盘价比昨天的止跌 K 线最高价要高的阳线，而后才出现反弹。包括这里也是如此，是不是在长下影线之后，第2天是收盘价比昨天长下影线高点还高的 K 线，而后才出现了上涨？并且你要注意的是，这2个后续有行情能够把握的上涨，都是出现了高开而且收阳。那你再看到这里，股价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它已经跌破了整体大阳线的低位区间，而跌破之后才收回来。收回来之后呢，是没有产生高开高走，亦或者是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高的一根 K 线，这里3根阳线都没有。所以这个位置的反弹就比较弱，反弹一下跌下来，反弹一下又跌下来，是不是跟前面的这2次比是弱了一些些？基本上都没有到达大阳的高点之上，前面2次至少还突破了。所以目前你再看到现在，它的大阳顶呢还是有压力，那是否能够去往上突破，再看2波的反弹呢？你要关注了，在大阳中轴有支撑容易反向的时候，是否能够出现一根阳线，最好是高开高走而后收实体阳线，这根阳线的收盘价比昨天阴线的最高价要高，如果能把缺口回补就更好了。那么这里将会2次形成反弹的低点，那么目标位就是大阳线的高点之上的一个区间，这是2次反弹的信号。以上就是对稀有长阳的一个解析。那么目前阿哲的观点您应该明白了，在前期这里出现了一个决策假阴线之后，我们说市场的风险开始出现，而后在第2天出现收盘价略微跌破假阴线实体下沿，是不是风险开始进一步产生，而后出现风险的释放？那么目前在大阳中轴位置出现止跌，那么阿哲认为反弹的几率比较大。那么反弹是否能够起，以及反弹力度是否强，能够去突破左侧大阳线高点，你要关注今天阳线的力度，最好能够今天收盘大于昨天止跌 K 线的最高价格。如果不能出现这种 K 线，那么反弹力度应该是偏弱的，甚至如果一度能够今天不反弹，继续收盘跌破中轴线，那么将会往下延续下跌到大阳的低点。一旦大阳低点也再次被跌破，那么空方异常强势，多头根本没有反攻2波的机会，那么市场将重新毫无例外的回归到熊市下跌当中。以上就是阿哲对目前稀有长阳的再一次的总结和为大家去复习接下来的行情怎么去看。我们再看到30分钟的图表，30分钟图表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有讲过，如果市场要走出上涨，是不是关键在于30分钟第2根 K 线的突破170均线有效与否？像前期这里170呢，价格当天虽然是长阳，但30分钟最后突破了170，只突破了1根 K 线，第2天就跌落了。
所以并不是有效的突破。而这一次又突破了，那么第一根、第二根是不是高点还是没有被突破？所以它也不是有效突破170，不是有效突破就会重新跌回来。而现在呢，价格又回到170之下了，所以目前的纳指30分钟还是一个熊市的序列。那么只要是熊市，那么170就没有那么容易出现强势的突破。所以美股的指数行情真的能够在大洋中轴线附近出现止跌上涨吗？这里在30分钟也有一个反弹的判断依据，在昨天最后的30分钟出现了一根大阳线仿包前面的2根阴线，很强势，说明反弹开始了。那么接下来你要看一下170这个位置是否有压力，如果这里还是有压力受阻回落再创个新低，那是不是反弹就不用看了，很弱，这个反弹就没有意义，而且很难去创左侧大阳线高点。而假如170在本次反弹当中能出现2根的收盘再次站上，跟前面这里一样，并且它不会形成压力，而是能被突破，那么大概率这波反弹是比较强势的，能够往上看到大阳的高点之上。这是更加细致，我们从小级别30分钟去跟踪观察的一点。希望以上对于指数环境的分析、稀有长阳和30分钟图表能够对您接下来本周或下周的操作有所帮助。如果您是阿哲的老同学，那么可千万不要忘记今天照常为阿哲视频点上您的小星星，点上一个红心，点一个赞。而假如您的时间比较充裕，那么也可以打开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可以留下您一句宝贵的评论，亦或者是建议，感谢您的支持。而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希望如果视频对您有帮助，也希望您能够在阿哲视频底下点开这个订阅按钮，点开之后呢，会显示已订阅，那么您就成为阿哲讲技术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未来您只要把这个全部铃铛同时点上，那么阿哲以后的每一期视频、每一场直播，只要是公开的，您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阿哲的频道通知，不会错过阿哲的每一次的观点。感谢首次相遇，您就能够订阅阿哲频道，谢谢您的点赞、订阅和评论支持。接下来我们来到最后一个第3小节，有关空间技术的点位分析。阿哲呢会把今天日内的关键支撑和压力位告知各位，同时也可以以此得出在最近的行情当中多空是否真的博弈产生了胜负。通过这一点的分析，你会更加明白今天的反弹力度究竟何时算强，何时算弱。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部分的内容解析。现在你所看到的图板在左侧就是阿哲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去发布的盘前解析信息。假如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的同学，那么阿哲稍后会告诉大家您怎么去领取到这一个每位订阅观众都可以享有的限时福利短信。上面这一部分呢，刚才阿哲已经讲过了，所以这里呢我们就不再去重提，这是关于大阳线的关注的3个支撑。那么下面这里就是阿哲每天都会去更新的日内的关键支撑和压力位。阿哲会在美股开盘之前，一般是香港时间阿哲这边的4点半到5点半之间，会去把纳斯达克指数、特斯拉以及英伟达这3只标的，他们日内的高点压力和低点支撑进行标记。那么这个点位呢，除了在分时当中、日内当中，我们认为它有支撑和压力之外，在日线上，它也可以让我们去评判当前股价的走势究竟多方和空方它们的强弱之分。而在日线上，它也可以让我们去借此评判当天多头和空头最后的胜负是谁胜谁负。我们看到右侧的图表，这是一个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在图表上 K 线底下有一些红绿灯的标记，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比如说像这些位置股价下跌时产生的红灯，它代表阿哲当天所分享给各位的日内预测低点支撑被收盘价给跌破了。只要收盘是跌破的，就说明空方很强势，那么就会出现红灯的标记，说明当前风险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熊市下跌途中。前期如果是有反弹，那么反弹过程出现了红灯，一般预示着反弹结束，将要小心熊市的继续延续。而绿灯就很简单了，就是阿哲在日内给到的压力位被收盘突破了，能突破压力位就说明多方强势，那么这一点则很多时候代表反弹的延续。从前期股价这个绿灯开始，是不是整体的上涨都是以绿灯为主，亦或者是无灯 K 线？无灯 K 线就说明还在延续之前的绿灯，还在进行惯性上涨。而在昨天这一天，因为英伟达整体带崩了芯片个股以及一些其他消息面的影响，所以市场
在开盘后就很快跌破了预测的日内支撑，那么最后收盘也没有收上去，所以这一天是一个红灯。我们说过，反弹过程当中遇到了红灯，不管是真是假，特别是熊市当中，只要反弹遇到红灯，就一定不要再轻易的入场做多了。你要去关注的一点就是它接下来会不会转为绿灯，因为你可以看到前期这里，当时这里也有一个红灯，那么红灯何时会重新转为一个机会？就是红灯的第二天，如果立马转为绿灯，它就容易产生机会，它就会说明昨天空方很强，但是今天多方瞬间夺回了战场，那么这种行为则意味多头是真正的强势，所以这反而是一个买点。所以当前这里的红灯，我们要去看它今天是否真的反弹很强势。那么你要注意，今天的预测高点压力是 16,453.76， 今天的收盘价如果能够收在这之上，则说明它是一根绿灯。在红灯之后产生绿灯，再结合大阳底的支撑，那么这里将会引发一个反弹。这个反弹的力度，我们可以看到大阳线这附近，甚至是大阳之上。所以这个点位是今天大家一定要去认真关注的。那假如市场今天还是收盘在 15,919.86 之下呢，就说明红灯延续。目前是熊市市场，红灯延续就说明股价还有下跌空间，至少要去到大阳的底部这里去看看支撑如何。这个点位阿哲是每天都会去更新，所以如果您是订阅观众，那么这里阿哲也告诉大家，如果今天没有出现红绿灯在这之中收盘，那么后续你怎么去看到最新的盘前点位更新？首先第一步，您先要订阅阿哲，在今天成为订阅粉丝观众，而后才能够领取到这一重阿哲的粉丝福利。怎么去领取呢？您看到视频底下的评论区，打开评论区找到置顶的评论，而在置顶评论当中，阿哲有发布了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他的 Telegram， 您点击那条链接，那么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但找到助教老师还没结束，因为您要告知他您需要什么。在这个时候，您需要发一个领取口令才行。您需要给他发送2个文字，这个文字就是盘前解析的盘前2字。您发给他之后，他就会知道您是订阅粉丝同学，同时您需要每天盘前的更新，他就会告诉各位怎么去领取，如何才能够领取得到。这里阿哲需要反复的提醒一句，就为什么阿哲会每天更新这个盘前让大家去观看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让大家在学习技术分析的同时能够用于实战当中。所以阿哲所写的盘前解析很多时候都是曾经教给大家的一些方法而去市场当中去使用。所以一边观看盘前解析，一边跟阿哲学习技术分析，那么进步上可能会更加快一些，实战当中也可以去观察它的效果。但是仅靠一些文字可能对您的学习帮助还是有限的，所以一般只要您是订阅同学，阿哲会提供的是3重福利。第一个就是盘前解析，主要解决实战跟踪方面，而后阿哲还有粉丝群组一些学习小组，来为大家在技术分析学习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难题去答疑解惑。当然这个学习小组呢会有人数的限制，不是每位同学找到助教都能够让您去加入，我们需要有一定的门槛。因为阿哲更希望的是找到志同道合、真正爱学习、热爱技术分析的同学才能够加入其中。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您是这样的同学是否符合其中的条件呢？看到第3重福利是进阶知识和内部直播，我们在每周每月都会安排一些不公开的内部的技术分析的分享课程。如果您真的愿意在技术分析上花费时间学习，花费精力去进行感受，也就是说您至少需要收听1节内部直播课程，并且完成1次我们内部课程的作业安排。那么完成作业之后提交给助教，助教审批合格，您就可以加入到粉丝学习小组。所以希望这3重福利能够对于真正热爱技术分析的同学，您的学习提供更加有效的帮助。也希望真正热爱技术分析的同学能够把这3重福利都能够领取得到。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期我们的一个课表。在4月16号到4月26号，我们有开办一个龙头解析班的课程。什么叫龙头？就是市场当中最具有赚钱效应，也或者是有那么一批个股更加容易让市场资金青睐的一个方向。这也是龙头解析班我们最主要去研究的一个方向。您收听到本期视频的时候，可能已经是4月17号，亦或者是18号。
那么在这个课表当中，其实还有大半的课程还没有开始，所以您现在看到，如果您感兴趣，阿哲建议尽快的报名参加。在找到助教之后，您除了发送盘前口令，您还可以给他发送一个课程报名这2个字，那么他就会知道您需要参加我们的龙头解析班的课程。那么后续开课前，助教老师就会专门发送这个课程的链接给到您，可以去收听内部不公开的技术分析课程。以上就是阿哲对于纳斯达克指数目前的市场观察3个小点，那么总结下来，基本你就会知道阿哲当前的观点，以及对个股上的一个多空的倾向。那么接下来您就只需要关注当前市场的反应，那么是符合多头还是空头，而去在个股上偏向于买多还是买空。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第2部分，特斯拉的一个解析。我们先从空间上讲解特斯拉的撑压点位。当前我们所看到的是特斯拉的空间图表，前期所讲到的关键的反转 K 线是不是 229.201 这个支撑还没有被有效的突破，而股价在大阳之后，我们说买入看多的性价比是不高的，因为风暴比整体是不太合理，而价格经历了一波回调之后，昨天最低价格基本上快触及到 233.04 这个支撑，而后出现了盘中的反向。那么股价跌到这附近，是不是比起之前大阳线的位置要相对合理一些？价格走势当前还是一个震荡区间的盘整，如果出现强势的阳线上涨，结合指数的反向止跌，那么我们认为特斯拉将在这里会产生还不错的机会，因为它对于下方的这2个支撑 229.201 233.04 是出现了2次的测试，而没有去跌破底抬高，所以在小级别上来看，这里一旦止跌，我们认为市场将会往上再去看看上方的压力位是否能够顶得住。而这就是对于特斯拉空间的解析，在支撑位附近出现止跌，但是还没有阳线的产生，如果有出现，那么在空间上是不是可以去看一下上方的压力是否能够有效顶住，那么这根阳线就可以成为一个博弈点，因为在底下它的支撑是不远的，以此可以作为止损位置，用 233.04 用 229.201 作为本次交易的一个止损位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上，在短线上怎么去观察特斯拉。现在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动能 K 线以及它的 BBD 资金。我们先看到资金方面，前期这一个下穿 K 线我们说是变盘低点的可能，而后产生了反弹，反弹过程当中出现了快速的大涨，导致市场当中上穿是哪一天呢？不是这一天，是这一天。好，这一个位置出现了上穿，上穿 K 线是不是关键的 K 线？它如果要成为高点的变盘，那是不是它的低点不应该有支撑？但你会发现最近的下跌虽然出现了红灯，但是低点是有支撑效果的，所以除非今天继续收盘把这一根关键高点变盘的低点跌破，它才能够去延续看跌，否则在变盘高点底下出现支撑的时候，这里就要相对的小心一下了。空方我们也曾经说过，价格连续流入后的流出是不是也是关注对象？像前面这里连续3根以上的流进，而后出现了流出 K 线，它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变盘的信号或关键的信号 K 线？它的低点没被跌破，高点被突破，重新可以看涨。那么连续流进之后，这一天也是流出的，它的高点没能突破，低点被跌破，是不是在这里出现了下跌反弹再下跌？这里是不是高点变盘？那么价格走到现在，这里是不是又是一个最新的信号 K 线？那么以最新的信号 K 线，我们也作为观察，它的低点不被跌破就还不是风险。那么股价能够突破它的高点，那么将是一个机会，看涨的机会，至少看到大阳线的高点附近。而这笔操作在日线上风暴比一般大概是1:1.2、1.3左右，那么这个位置就看大家是否愿意去把握这笔交易。你的一个止损点也可以放在前面这个区间就是这一个长下影线的低点和这一个长下影线的低点，以此作为防守。如果跌破，则记得及时的离场，等待下一个支撑，我们止跌再去买进。现在呢是还没有止跌 K 线的，所以不要着急，等待今天盘中的反应，看一下反弹力度如何。而在日线上，我们也需要看到今天的动能 K 线。我们说红灯之后呢是不太好的，特别是反弹的过程当中出现红灯是不好的。股价之前是不是上涨反弹？这里是红灯，
那么价格走势，我们要观察第二天没有绿灯，而是继续延续红灯，这种就不要随便做多了。我们需要知道今天的红灯后会不会有绿灯，如果有，是不是更加能够有把握，至少在日线上能够确定它能够有延续的一个上涨。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高点的压力是在246.76，收盘能够突破它，注意了是收盘突破246.16，注意了是收盘突破246.76，那么它就是一个绿灯，红灯后立马绿灯，也作为日线的买点。而它的一个低位支撑是多少？228.68，收盘如果能够跌破228.68底下的支撑很大概率也是撑不住的了。这又是从资金和动能上对于特斯拉的观察。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当前我们所看的是英伟达的空间图表。在这一次的下跌当中，虽然英伟达呢因为消息面出现了出口的禁止，那么目前出现了大幅的跳空缺口，当向下打的时候，你会发现资金整体还是比较乐观的，有很明显的托底资金出现了一个长长的下影线，而且是10日线。那么这一个位置的下窜是不是到了108的位置止跌的？我们在上次视频当中讲过，这个区间不太适合做多的原因，就是离上方的压力116太近了，而底下的109的支撑呢也很靠近，所以这里你去做多性价比不高。那目前跌下来了，而现在股价收盘已经跌破了109.5，很靠近103，而且有支撑。那么这里相对止跌之后，是不是可以往上去看，空间就大了一些？你往上可以看到116。不过这里的109.5应该算是突破的无效，再次跌回，所以109.5呢也能够算是一个小小的压力。所以价格走势跌到这里，只要不跌破103，那么下方呢就不至于打开下跌空间。如果是反弹之后再跌破，那么下跌空间就还蛮大的，可以看到93.65以及86.79。但是103不被跌破之前呢，它目前已经没有太多的这个下跌空间了。所以英伟达走到这里，小心它的反弹，所以空单在大幅获利之后要小心了，能否保住利润？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上，我们依旧看到英伟达日线上的红绿灯和 BBD 资金的指标，前期的上方 K 线是这根 K 线，而这根 K 线目前没有被突破，它的低点也还没被跌破，所以高点变盘呢是有效，但是还没有完全的确认。是不是在昨天的大跌之后，也出现了连续的流进后的流出 K 线？那么这一根 K 线也作为信号线，它的低点是不是被跌破之后，我们也可以认为往下去看，看什么？看向下的96的那个空间。如果没有出现有效跌破，那么今天是否能够出现绿灯，也是跟特斯拉一样的关注的对象。那绿灯今天如何会产生？今天的预测高点压力是105.64，而低点的支撑呢是99.3。关注反弹力度，不出现绿灯，那么这里去买进就相对危险一点。如果能够反弹出现绿灯，则能够去看高一线。以上是关于英伟达的解析。接下来我们看到 SQQQ， 目前所看到是 SQQQ 的空间图表，在170天均线附近，我们曾经说过大跌大买。是不是这里出现了连续2天跌破，但是无效跌破，反包再次启动？那么现在跌下来又没有出现有效的跌破2天，这里呢跌破了1天之后反抽回踩没跌破，是不是从这里开始又再次上涨？所以这个位置涨了10来个点，难道把握不住吗？相信听明白的同学在之前这里其实已经能够去埋伏了。那么现在大家注意了，它是一个假阳线的突破，那么日线上是不是看涨的？但唯一的问题就来了，它目前的上涨涨多了之后，遇到了39.99和41.20曾经的压力位，这个地方是被跌破了，反抽有压力，回来有支撑，现在上来是不是依旧有压力？所以整体的区间它是不是在一个170为支撑，而后以39.99、40左右为压力的区间在震荡？目前的方向还是没有太明确的。除非今天来一根长阳线把这个区间打破，那么我们彻底能够看涨 SQQ， 否则在这个区间之内呢，要注意短线获利为主，不要盲目的持股。而以此也可以关注一下空头对于纳指目前的看法。如果这里出现了空头获利兑现，而它的一个回落力度，看会不会再次跌破170均线。如果会跌破，那么纳指确实将会产生一个强势的反弹，甚至看到大阳高点之上。
那么如何表现出空方是强势的？那么就是价格遇到压力，如果出现回落，它甚至连这根假阳线的高点都跌不破，或者说在这个假阳线的区间有止跌，那么基本上它只是一个获利兑现，空头还是继续向上看好 SQQ 的。所以根据本次纳指的反弹以及 SQQ 的回落，它的整体力度来判定一下我们后续的方向选择，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上如何去看待目前的 SQQ。 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 SQQ 呢底下是不是连续流出资金的流进 K 线已经出现了，并且当天还是绿灯，这是一个共振的现象。而我们看到前期的下穿 K 线是它，这一天下穿是不是认为它有可能是一个变盘低点，而下穿 K 线的低点没有被有效跌破，2天的阳线跌破之后就收回来了，所以不是有效的。但是目前它的高点呢也是没有突破的，只是把它的实体给突破了，所以初步的看涨，但还不是完全确定低点有效。这里如果今天能够延续，亦或者是后续能够延续收盘突破前方长上影线的高点，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它将会往大阴线的高点去博弈上涨。而又因为昨天这根阳线它是一个信号 K 线，连续流出的首根流进，像前面这里连续流出首根流进，是不是关键 K 线，而且是绿灯？那么这一天只要高点后续收盘能够突破它，最好是强势的突破，它只要不跌回来，是不是都是机会？所以这根 K 线关键的 K 线，它的低点和左边假阳也差不多高度，所以股价在这里的任何调整都无所谓，它如果能突破它，继续的看涨加仓即可。那么假如这个位置不能突破，反而出现压力，那么说明空方还要再次的往下去蓄势，等待时机再次向上去看。那么短线上如果是往下力度比较大，那么就不适于去盲目的加仓，等待下一个更加明确的看多信号即可。我们也要稍微当心一下，可不要出现绿灯之后立马转为红灯。所以这里呢，我们来看到它今天的价位，低点的支撑是 37.57， 高点的压力是 41.007， 这是今天红绿灯的2个参照价位。注意了，看的是日线收盘。以上就是第2部分关于特斯拉、英伟达、SQQ 3个维度的解析。那么资金和动能的使用我们应该已经清楚了，那么接下来会用 BBD 资金以及红绿灯动能 K 线，我们讲解接下来的这几十标的。我们会通过资金动能来看一下他们的短线策略是否目前有所变化。第一只个股是纳指金融中国指数，目前所看到就是纳指金融中国指数的日线图表，上方是动能 K 线，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市场出现了绿灯之后，第2天立马转为红灯，这又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说明这一波反弹大概率在熊市当中结束了。这一波上涨出现了绿灯，说明多方很强，当第2天出现了红灯，就说明第2天立马反转。那么多空之间快速的反转，这种行为是不太好的，说明昨天的这个绿灯是假的，是反弹的概率极大。所以这种 K 线出现，哪怕是10日星也应该先离场了。而我们再看到在昨天是不是又是一根红灯 K 线，所以连续的绿灯后连续的红灯，那么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其实不是特别的好，那么也代表中概股这一段走势目前后续的方向也不太强劲，除非今天立马转绿灯，不然的话不要轻易的去看多了，这里的方向将往下。稍后我们会说一下怎么去看今天是否会有绿灯产生。我们再看到底下的话呢，资金有连续的流进，而离零轴上穿还差一点点，还没有上穿。像之前这里下穿之后呢，不是低点，而是再次的被跌破，所以股价呢还有下跌空间。那么这里的上涨如果再往上去涨一涨，是不是很容易出现上穿 K 线，就容易有高点变盘？所以这个位置有点尴尬，就如果今天是绿灯，那么大概率它应该会出现上穿，就有可能是高点变盘。所以纳指金融呢，我们最好能够多看个1-2天，如果想做多，那么也不要着急，哪怕今天很强势的上涨，阿哲也不太觉得能够提前去把握，因为一旦强势上涨，这里下方就是变盘 K 线提醒，我们最好能够等待多2天2根 K 线。那么今天这个位置如果是继续下跌它这里呢也有可能出现连续流进后的流出，所以纳指金融指数目前不属于一个相对好的开仓点，因为它容易可能出现反向的行为，等个多1-2天的 K 线会好一些。看到今天的红绿灯的参照，高点的压力是6546.19，低点支撑是
6422.87。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苹果。苹果本次的上涨，在上期视频我们说过，反弹结束的概率是比较大的。最近出现了连续的下滑下行，是不是对于大阳线的反弹突破，它是比较早的一个标的？当时突破之后呢，没有站稳，一天呢是假阴线，一天呢是十日星，没有在大阳高点上出现强势的阳线，而后目前重新跌落，是不是比较不好的一种现象？并且跌落之后，昨天也是一个红灯加上流出 K 线，也是关键的点。之前如果打了提前手的，这里出现看空的，那么到目前为止有一定获利了，那么其实已经达成短线的获利兑现。为什么呢？因为它出现了一个关键的信号，这个信号一不小心可能就出现了低点，因为它是一个流出后的变盘 K 线，所以在变盘点上，如果轻易的去乱动、乱开仓、乱选方向，你可能会选错，所以这个位置最好还是获利兑现为佳。我们怎么去看下一个方向？就是今天如果有绿灯，以及后续收盘能够突破它的高点之上，那是不是变盘方向选择向上？这里是低点变盘的概率就大大增加。那这个时候开仓是不是能够往上看一个 N 字形结构的突破呀？那假如没出现这种 K 线，往下把它的低点再次跌破，那就说明这里应该还要往下去看。而在此之前，这根 K 线将会陷入到多空的博弈。今天先看一下多方的强弱。我们看到今天的红绿灯是否能够出现绿灯，高点的压力是 197.485， 低点的支撑 189.155， 这是两个重要今天日内观察的对象。下一只个股是 AVGO 博通。博通昨天是一根假阳线，整体的反抽力度在很多个股当中是数一数二的。很多个股昨天哪怕是英伟达被首当其冲有资金去护住的，也没有出现阳线，而它呢还是整体比较强势。它是提前有了一个变盘的走势，这一天提前流出，所以在这一天是偏弱的，但在昨天又转为偏强，所以资金最近呢博弈也是比较剧烈，它的转向是比较快的。那么这一根 K 线为关键 K 线，而且是十日星，目前它的低点是不是被跌破了？当跌破为阳线时，我们说不属于有效跌破，所以今天如果是一根阴线在这一个高点下出现，那么就说明有效跌破，后续往下去看，看到大阳低点的支撑。而假如今天能够再次收阳，那么哪怕不收回来，我们也认为它这个跌破还不能算是有效，因为是阳线就不能算是有效的跌破了。所以当前的博通是有机会产生再一次的反弹低点。那么今天如果能是绿灯 K 线再把缺口补掉，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二次买入看涨点。当然整体的力度呢，需要关注今天盘中实际的情况。阿哲给到两个关键的支撑和压力。今天的高点压力是 175.345， 而低点的支撑是 166.185。 下一只标的我们再看到 Meta 整体的价格走势和我们所想要的是差不多的。上期视频我们说过，很多股票出现了假阴线，角色假阴，但它却是一个负线。那负线是不是整体也是一个空方的信号，比较弱势啊？如果是多头利润，你已经要获利兑现了，所以这个地方是相对看空的，而且在市场当中，它的资金也是流出的比较明显的。而在昨天，我们看到底下是不是 BBD 出现了下穿 K 线，则容易引发低点形成。前期这里是不是也是下穿 K 线？虽然后续股价呢没有形成特别大的反弹，但当时下穿之后，是不是有低点变盘？那么现在又是下穿，就有可能又引发多头的进场。所以这里通过负阴线做空的同学，到了这里已经能够达成获利兑现的第一次了，因为它这里又是前面大阳线的低点支撑，又是一个下穿 K 线的低点变盘，那么这个位置产生，我们应该先获利兑现，再往后看。如果今天是一根阴线把前方大阳跌破，把左边的变盘 K 线跌破，那么继续往下去看熊市的延续，否则先看反弹，再看下破。所以今天我们也关注一下会不会产生绿灯，如果有的话，你说阿哲我要去搏一下反弹，搏一下大阳线低点后的反弹，往大阳的高点去看也可以，只是风险比较大，仓位要小心。我们看到今天高低点的压力，高点是 507.84， 低点是 490.1， 两个价位，那么大家记得今天看好收盘会在哪里出现。下一只个股是
MSTR 最近哪怕走势很强，但是利润不大，因为在上期视频我们讲过，在个股交易时，指数环境很关键。就如果指数本身有见顶的风险，那么个股哪怕有强势的方向或强势的表现，它其实也难有多少获利空间。所以 MSTR 目前表现是很强的，因为指数出现大幅下跌跳水，它都没有怎么去跟。那么昨天还出现了一根 IRK 线低开高走，把昨天的这个阴线都吃掉了一些，所以 MSTR 整体的表现是很强的。我们不一定要去做多，但是做空不要找它。而我们看到 BBD 的资金这一天是上穿 K 线高点还没突破，低点也没被跌破，所以这个位置方向选择。但阿哲的建议是，既然指数的方向目前面临有可能反弹，那么如果之前还没有卖掉，或者说还在看多的，那其实呢，在破位这个高点变盘之前，其实风险是不大的，甚至有机会走出指数反弹冲向前高，而它能够走出更强势的上涨。所以如果多头指数反弹，那么个股的多方 MSTR 是其中可以去观看的。跟 Meta 相对较弱去看超跌反弹是不一样的，它呢是表现较强，看顺势而为，强者恒强。这里我们要关注一下，最好不要有红灯的产生，能够再出现绿灯，那么更加能表现资金再次的看涨。所以看到今天的高点压力是 322.43， 低点的支撑是 307.83。下一只标的是 PLTR，PLTR 在连续上涨当中，那么和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某些标的是一样的，出现了连续2个绿灯之后出现了红灯，绿灯代表强势，红灯代表转弱，绿灯后的红灯代表昨天的绿灯为诱多行为，是大概率，除非今天再转为绿灯，否则今天不管是任何一根 K 线，只要不是绿灯，这里依旧看风险，依旧往下去看。结合昨天的 K 线为连续流进的流出 K 线，所以这个地方它也是一个信号 K 线。我们这里是否能够去看空 PLTR？ 如果需要去看空，至少等待收盘把这个低点给跌破。当然了，你说阿哲绿灯之后的红灯不是可以看空吗？可以，但是这个位置因为有变盘的信号，所以看空的仓位也应该是初步试错性的去看空，等待一根阴线再次确认跌破时，我们再加仓去看空，而低位找支撑，大阳线的底，大阳线的底。那么看到今天的一个高低点预测，低点支撑是在 87.325， 高点是在 95.005。 我们再看到谷歌的走势也是比较早之前就出现了红灯了，指数呢是在昨天才出现的，它是不是前天我们周三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红灯，然后昨天又再次是红灯。我们看到变盘 K 线是不是这一天红灯时出现了提前流出，提前下跌，所以它不算强，整体资金呢是提前跑的，比指数流出多资金的个股是后续做空时可以去考虑啊。但当前呢，它是对低点跌破10日新，而且是阳10日新，那么这个地方还不能算是有效跌破，最好等待阴线再次的确定，那么作为空方再次加仓或者说进场点。而在此之前，我们看到10日新要小心，10日新本身也是方向的选择不定的一种情况，也是变盘 K 线。我们看到今天能不能有绿灯，如果有，那是不是也能够跟随市场反弹？那么高点的压力是在 156.84，低点的支撑是 152.57， 关注这2个价位。我们再看到 SMCI， 在短线上它整体反弹是没怎么跟随指数，整体是比较弱的。在大阳线之后是不是出现了震荡，而且它是很早之前就出现了一个动作，就是在绿灯之后出现红灯。我们说绿灯后的红灯是不是就已经构成往下去看的条件？昨天又是红灯，而又是连续流进后的流出，前面的上双 K 线是它低点还没跌破，也跟 Meta 一样是提前指数到了大阳低点的位置，所以这里可以看一个大阳底有支撑，而后低点变盘的信号。但是反弹力度如何呢？看一下今天会不会有绿灯产生。高点的压力在 32.77， 低点的支撑在 30.04。 我们再看到亚马逊的走势也是来到了大阳底附近，跟 Meta 和刚才的 SMCI 同样的前期表现是比较弱势的，因为比指数下跌的更快更多更早，但同样的也有机会产生超跌的短线反弹。
但这里不太好的是，亚马逊是不是这一天为流出 K 线？那么流出 K 线已经被阴线跌破了，所以哪怕呢有低点支撑，它也不作为首选的反弹标的。哪怕做多，最好也不是找这种被关键 K 线跌破的。它这里可以看个反弹后再破，一旦再破大阳低点，同时或者说再破它的低点，那么是不是都是空方再次进场的一个号角？这里也可以看一下，今天是否会达成绿灯呢？看到反弹力度，高点的压力是 176.717， 低点支撑是 169.023。最后我们再看到一只标的是台积电，台积电最近也是饱受风波，那么连续的流进之后，是不是出现了流出 K 线？而昨天是一个绿灯，今天是一个红灯，本身象征了空方信号，但因为指数目前来到了一个可能反弹的地方，所以它也是在大阳中左右产生，所以这一天刚好又是变盘，但是个股上或者说动能上是看空的，小仓位看空，不要去盲目的加太多仓位，只能小仓位试错看空，因为信号 K 线才刚刚出现，价格走势下一笔空单的加仓是收阴线把它跌破，那么则继续往下看。而反之，如果今天立马出现阳线，那么记得空单要止损了，要小心反攻出现，它可能跟随指数要出现上涨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高点的压力是 152.605， 低点支撑是 147.555， 这两个价位注意了。以上就是4月17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美股在于跳水，究竟会持续的下跌吗？还是真的出现低点变盘，大阳之后再起二波行情呢？我们关注今天美股的反弹反应，如果美股反弹无力，那么后续继续看空。那么如果美股今天能够产生如期的绿灯上涨，那么记得空单已经不要再盲目的去进场了。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